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， 今天要来开箱这盒 MG 的神盾钢弹，继续我们 C 的吴小强补完计划。还没有看过前面影片的观众，欢迎点击右上角的影片连结看一下，前面3小强的套件都很不错。那今天的开箱呢，会包含板件介绍、骨架结构、外观、可动评测、变形步骤，还有最后一点我的小心得跟推荐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盒 MG 的神盾钢弹表现如何。哈基美马秀。板件数量16片，含有 PC 零件，超级多，而且除了光束特效之外，其他都很大片，很扎实的一盒。贴纸的部分跟前面3支一样是胶贴、转印贴跟补色贴纸，补色贴纸也很小一张，形状也很明显，就是监视器跟瞄准镜那一类的。先来看骨架组装完成后的样子，跟前面3小强不同的是，神盾是变形机体，无法沿用先前的骨架，因此除了手掌之外，其他全部都是全新开模。在这个原本内构逐渐简化的时期，这盒神盾重新找回了不少机械细节，像是肩膀、胸甲两侧、四肢关节处、小腿等地方都有一定程度的机械内构。腹部也可以直接看到海妖魔兽的发射口。为了配合这台的特殊变形，组装方式与以往的变形机体有很大的差异。先不看相对正常的下半身，最特别的就是上胸甲以及两侧手臂的设计。以往连接手臂的部分，通常会用外装甲包覆在躯干内形成一体，但这盒神盾却将连接处独立出来，单看躯干会显得有点单薄。再来最奇特的地方就是连接处在接近下胸甲的位置，但可以知道说是为了变形才采用这样的设计。接着来谈谈令人担忧的部分，首先是 C 扣的问题，分别在胸甲、侧腹装甲、侧裙甲、脚掌盖以及后脚跟等多处都采用了这种设计。其次是关节过度紧实，特别是四肢连接本体的部分，连接用的直轴都超级紧，组装起来非常困难，这就形成了矛盾。有 C 扣存在就不太敢用力，但不用力的话又无法顺利的组装。好不容易组装完成之后，把玩时也会感觉身体的各处太紧，这样的应力配上 C 扣，我个人是已经听到变形的时候身体各处白化还有断裂的前奏曲了啦。组装上外装甲后，对比设定稿可以发现基本上是魔改，许多原本短的地方被拉长，长的地方改短，比如前裙甲的轮廓整个变长，大腿改短，原本一体化的地方也切成2段式装甲，像是肩甲上端以及膝盖装甲。为了配合变形机制，比例上也做出很大的调整。以躯干为例，几乎所有机体都是一体型的，看过骨架在装上外装甲后，感觉变得更不像平常常见的身躯，反而像是躯干两侧多了2个机械臂去连接双手。首先来看头部，可以说头部是相对来说最还原的了，眼神改为较为锐利，两侧的火神炮透过镂空打成分射。组装上因为需要变形，比起前面组过的3小强较为细碎，这里变形内构会有一段滑轨，个人组装时非常的紧，因此我选择用笔刀削薄的方式让滑动变得较为滑顺。躯干是修改幅度最大的部分，几乎改到亲妈都认不出来了。首先上胸甲的2处大型散热口已经不复存在，现在的造型几乎没有散热功能。驾驶舱下盖的轮廓虽然相似，但也经过了一定程度的修改。此外原设定稿没有侧腹装甲，这一次则追加了这个部分，连接上用了 C 扣加上直轴。至于连接双臂的地方更不用说，原本设定采用立方体形状， NG 版本的外装甲造型则看起来像是手臂。会这么像是因为整个装甲跟大腿造型几乎一样，除了后方稍稍不同之外，与躯干连接处则是用圆饼状的关节来呈现。手臂首先看到肩甲，比对一下设定稿，宽大的部分有重现，上端裂甲的部分刚刚看过就快速看一下。接着看整条手臂，上臂部分追加了一片可掀动的装甲，前臂武器连接处则是完全不同的造型。此外后方光束军刀基座的设计蛮特别的，从盖子到整个基座跟脚掌采用了完全相同的造型，虽然说原设计就是如此。光束军刀的基座在 NG 版本也是较为细长跟尖锐，个人觉得有点长的离谱。前裙甲的造型也是经过一番大改，改成前盖可以搬动的设计，跟裆部同样都被拉长了一点。此外还有追加散热口的造型，侧裙甲的造型跟设定相近，但白色围衣面积减少了将近一半，装甲表面有许多凸起和小型散热口细节，内侧也很棒，管线、散热片等机械结构都有呈现，
视觉资讯相当丰富，连接方式采用特殊的齿轮结构，零件上带有卡榫，需要将侧裙甲稍微拉出调整角度，让卡榫能跟内部齿轮形状结合。这种设计的好处是能固定侧裙甲的角度，但可动自由度就会受限。至于与腰部的连接，没错，又是 C 扣，而且这个 C 扣特别的大，基本上白话是逃不掉了。脚部刚刚提过，大腿的长度有略微缩短，根部形状跟手部一样是采用圆饼状。组装过程中其实可以发现，从小腿开始到下半部，整块造型包含膝盖处都跟肩胛长得完全一样。底部的造型跟设定稿也是完全不同，两侧追加了2个 C 扣固定的小型散热口，设定稿则是用整块包覆的装甲。脚掌上盖也是新追加的设计，后脚跟在内侧也是同样用 C 扣连结，在底部有散热口造型，变形时可以看得到。此外，脚掌关节整个偏松，问题跟 MG 能天使一样容易腿软。接着看手型，包含成对的握拳手、持握武器手、开掌手以及持枪手。持枪跟握持武器在手指内侧设有凸起卡榫，用来固定武器，其他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就快速看过。然后是手持武器跟光束键特效，手持武器就是光束步枪以及盾牌。光束步枪比起原作也是魔改了一波，上方较为凸起的瞄准镜在 NG 版本比较没那么显眼，整体造型也更偏向流线型。扳机处还追加了护手，另外在下方横杆处有刻上神盾钢弹的机体编号，这个细节蛮不错的，很少看到零件刻有机体编号。扳机可以折叠收纳，平时可以透过额外的替换零件收纳在侧裙甲上，不过这把枪算是偏厚，收纳之后右手在垂放时显得很不自然。盾牌算是造型中改动最少的，有追加镂空细节。举盾有2种方式，第一种是靠内侧的卡榫直接安装在手臂上的武器插槽，另一种是将盾牌内侧的握把安装至握持武器手上。平时也可以透过更换内侧卡榫的角度，收纳在侧裙甲上。接着是光束特效的部分，总共是4把，可以分别插在手脚上的光束军刀基座上，让本来就很长的基座再度拉得更长，全长来到12公分，看上去还是蛮霸气的。最后来看补色贴纸、补色处以及空洞处。补色贴纸除了标配的双眼外，其他则是在前后监视器以及光束步枪的瞄准镜上，零件全都是采用透明零件，所以不贴的话其实也还好，不会到说特别难看。补色处是在大型尾翼接近根部的灰色散热口，以及头部后方的黑色散热口。其他部分一些小型的散热口，虽然说明书上是没有涂装，不过涂装派的玩家要追求更好的视觉轻薄感的话，可以上一下。最后是空洞处，空洞处在 C 的4小强系列也算是个传统了。最后一个攻击钢弹我还没开箱，但我猜也逃不掉啦。这一次的空洞位于盾牌内侧的2侧位置以及尾部尖端。接着看一下可动，这台的关节都非常紧，有消薄的部分我会额外提。变形机制的可动待会变形时来解说。首先是头部，脖子处有额外的关节，加上头本体离躯干有段距离，因此服样的表现会比很多机体来得好，也算是 C 的4小强中 MG 的传统了。前后摆动、侧摆以及左右旋转也都没问题。躯干为了配合变形机制，可动上牺牲了不少，基本上都是依靠腰部的球形关节达成。本身前后摆动的幅度都偏小，侧摆则是完全没有，左右旋转则是没有问题。驾驶舱盖分为2片，各自可以掀开，可以看到整个驾驶舱以及阿斯兰。不过可惜驾驶舱几乎没有细节，1:100的站姿阿斯兰同样也有附上。肩胛的连接关节因为没有空间单独掀起，所以可动时会跟整个手臂一起动作，有90度的角度。有一根小腿是相同造型，中间的2段装甲可以向上掀开，不过平常用不太到，就当是送的吧。手部平举最大可达130度，平举关节位于跟躯干连接的手臂上，这里的关节洞实在是太紧了，导致我第一次把玩变形时右手直接断裂。修复后，我用笔刀对双手的洞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孔。平举时可以看到手臂上有类似油压杆的联动设计，前后旋转时，肩胛前端会跟手臂产生干涉，没办法完整360度旋转。外摆关节因为结构关系没有配置，上臂性的造型盖可以上下搬动，手肘弯曲2段可动，角度150度。后方的光束键基座在脚掌造型上可以前后旋转，上盖部分可以2段调整角度。
后端有个卡榫，可以连接前臂后方的凹槽中。光束键发生处可以进行幅度很大的前后旋转，其余的根部旋转以及手掌旋转都是正常水准。前裙甲都是独立可动，角度60度而已，再大的话就会顶出整个裆部的变形机制。前裙甲的外盖可以稍微水平旋转，后裙甲可以向上掀起90度，侧裙甲只有前后摆动，可动建立在刚刚提过的齿轮构造，这里也是非常紧，我也有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孔，后方的尾翼上下都可以拉出。前踢会与前裙甲干涉，角度约80度，后踢可达100度，侧踢为90度，根部可以360度旋转。MG 标配的髋关节也有配置，而且是变形时必须使用的关节。屈膝为两端可动，角度达180度，在大腿以及膝盖处可以看到联动的机械内构。小腿底部的2个散热口可以上下牵动。脚掌上盖跟刚才手臂上的结构相同，脚掌的摆动有额外的关节。不只依靠球形关节，前后摆动跟侧摆的表现幅度也都很不错，旋转也没问题。脚掌关节可以弯折90度。前面的三小强本来以为可以弯折90度是为了神盾的变形，但神盾的骨架是全部重新开模，我猜有可能是一开始真的想要沿用，但开发到一半发现得重新开模，不然其他机体弯折90度其实真的蛮没必要的。接着看到后方的机翼，各自都可以上下搬动。最后来看变形，这part真的是我最不想讲的部分，理由是它各处的关节都太过于紧实，不用力码无法变形，用力码直接断给你看。强烈推荐以后想买这台的观众，要就是变一次之后永久维持 MA 形态，要就是干脆不要玩这一块，或是像我后来的方式，将四肢跟躯干全都分开之后，各自弯折完成后再装回去。首先是头部，将头冠的大型监视器向前滑动，然后折叠天线，接着将监视器向下搬动，接着掀起两侧胸甲上盖，取消固定用的卡榫，再将机翼整个向后拉动90度，之后一点一点的调整机翼跟头部的角度，将双臂连同连接躯干处的手臂向下搬动，使整条手臂呈现水平状态，之后将手掌移除，接着将上胸甲整块向上掀起，侧腹甲向外拉出少许之后，向后旋转90度，之后再推回去定位。这里的直轴我同样断过，也是有进行削薄。侧裙甲利用齿轮构造固定成水平状态，并且连同整个连接零件向上滑动。接着将髋关节往上抬，可以固定住侧裙甲不会整个向下掉。双脚各自侧踢90度，裆部整块向下搬动。将机械臂推至底部后，裆部的造型往上抬，底部的卡榫卡至定位。到此本体的变形就完成了。再来是四肢，先是手部，将光束键基座的卡榫拆开后，抓住前臂向外拉动，将光束键基座调整至定位。脚部的小腿肚盖子掀起，将后脚跟往上推至底部，小腿肚的盖子盖回去，将脚掌向下弯折90度，光束键发生处也推至定位。到此开始产生分歧，看是要变成巡航模式还是攻击模式。观察四肢根部的可动，分别调整。巡航模式是需要将各自的关节调整成水平方向，并且让可动朝着海妖魔兽的方向。接着搬动整个四肢，调整一下方向性之后就完成了。攻击模式则是维持原本状态，将四肢方向调整为与平时相反，接着屈膝跟整个手臂向内弯折就完成。攻击模式下也可以安装光束键特效，虽然结构很糟，但变形完成之后，特殊的造型跟霸气感还是令人很有印象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MG 神盾钢弹的开箱了。那不得不说是整个组装体验最差的一个，跟前面的四小强比起来，就一大堆 C 扣，然后关节结构又差，把玩到一半的时候直接断给我看，我想不到任何推荐它的理由。大概就是阿斯兰驾驶过的机体里面唯一 MG 化的机体，所以我说那个救星什么时候要来一下。那下一盒呢，我们会开 MGSD 的命运钢弹，或是全装甲卡板 Double Zeta， 希望有到货啦，拜托不要看我单就好。那如果说都没有到货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进行我们 C 的5小强的最后一块拼图 MG 攻击钢弹，里面有一个东西我是很想拿出来啦，但是要拍片，所以我就拼命忍住。知道的人肯定知道是什么东西，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。